本节目由滋滋有味、碳荔枝加倍、有颜有料、更人性的巧乐滋独家冠名播出。你觉得谁安全 ？baby， 那我们就……我不来。雨琦回来，雨琦回来。不是为啥在这儿？娜娜回来，结束了，好不好？因为好烦，是不是？真的好烦，可不可以娜娜在这儿结束了？那我们够了，娜娜过来呀，娜娜过来，我们5个，啊，我们5个。就位，就这样了，来，这开始。我们说一下游戏规则，我们有2首歌曲，首先我们先播放这首歌曲，大家要在2分钟的时间背下歌词，然后一个来唱，如果有唱错，失败，对方唱，赢的那一队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队里有没有猫奴，同时每一队有2次机会要求对方队调换顺序。来，我们先有请第1首歌。啊，这个不用学，我都会唱。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现在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悄悄过去，留恋怀念你，又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太好了，这歌选的呀！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来，请上道具，你们通过抽签来决定歌词顺序。这是完了。来换位置吧。我是4，那我在这儿。我们要赢吗？这个要赢啊！当然要赢，当然要赢啊！我们要证明我们里面没有。要赢啊，弟弟！证明我们里面没有。对。来，我们从杨迪队开始，3、2、1，开始。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里，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吓死我了！唱对了。对呀。唱晚了加提醒。雨琦开始。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多甜蜜，怎能忘记？觉得你俩好厉害啊！唱的稀烂。压心底，我能告诉你。来，杨迪。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里，我在。你肯定是卧底！是的。沙溢居然就忘了。一遍对的，这一遍那样子。对他肯定有问题。我没有，我妖怪。雨琦。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压箱底，不能告诉你。压箱底。压哪儿啊？压心底，压箱底啊！你们想调对方顺序吗？可以调啊。调，张一山跟娜娜调，沙哥和娜娜调。什么意思啊？沙一哥和娜娜换位置。我觉得对面不用调。尹瑞基坐那儿挺好的。我真不行这个游戏。压箱。来，
准备，3、2、1，开始。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怎能告诉你？错了。错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他告我的，你错哪儿错哪儿呢？刚告我怎能？是我唱下一句。他乱说。你根本逆惊到你害我我。们害。我什么乱说？我那记太多词儿了，现在。太好了，这歌选的呀。李琦准备，开始。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呀，心底，多甜多甜。我的姐呀，哎呀，就把这一句记着不行吗？姐，我真的记不住第4句是多甜，多甜蜜。怎能忘记啊？我到现在都没有开过口。我觉得换一下他们呗，想换一下他们位置。换一下他们位置。好，换谁？这样顺延吧，让雨琦挪这儿来。完了又换了，没关系，可以。哎呀，就关键是我老捂耳朵，我还听不着。没事，我唱完以后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对，来，准备。来开始啊！甜蜜，甜蜜。我觉得你有问题，他有问题，这个有点过于离谱了。我真忘。你太明显了，你不能错这么远吧？可以错，也不能错的这么离谱吧？白龙，我看错你了，白龙。年代都不一样。现在让你开口了，满意了吗？害人不浅。我还是不要开口，我觉得。杨迪。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疑。呸！哎呦，他已经晕了。刚教完一遍，把后边的绝对是弄差了。把第2段词儿整上来了。白龙。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你想的还是你。哪里想的？准备，3、2、1，开始。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差点把忘了。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哦，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回忆。粉红的回忆没有色。他有问题，会让娜娜。哦，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回忆。这变成 rapper 了 ，rapper。我感觉2个人都在他们那儿，咱这儿一个没换人。我真没问题，00后真没听过这首歌。要猫。真不是。波斯猫的猫，波斯猫。换一下他们呗。你可以调最后一次。那个，你听我说，调玛丽的，黄鹂大师做的第二个和 baby 换。第二个，请做第2个，因为他这刚做完功课，得来这儿。你俩换，白龙丹龙换。来，3、2、1，开始。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都能告诉你。他都压心底了，他还都告诉人家呀？我受不了2句词儿啊！弟弟，你不说有你呢吗？不能告诉你。换一下，让他们换一下。
咱们让他们换一下。换。杨迪上最后一个去，正合我意。娜娜和依珊换一下。李白换到第一个。李白第一个，来吧，来左边，花花，3、2、1，开始。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天，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好，还有3句。哦，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答对。我不得不说，挺棒的，真棒，真棒。这首歌真的太难了。不是这个，这确实得动脑子，稍微懒一点儿就不行了，就得背。对，死记硬背。接下来我们听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很简单。完了，这完了。这太难了，这个。我这几个英语我都记不住。我也是。我们这样，我们这一组啊，由对方来指定对方的顺序。那我们渣哥，你们这一组由我们的杨贵妃组来决定。娜娜第一个。不是，他很容易啊，第一个。娜娜这个雷一定要在里输呀。张一山第一个。张一山第一个吧。杨迪第二个。谢谢，很简单的一句话。花花第5个吧。沙哥和娜娜再换一下。沙哥，你们决定这边的位置。贵妃娘娘第1位，黄鹂大人第3位。对我英文也不太行，就要给你英文，安排你英文第3位。这儿最后，白龙，谢谢。准备啊！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已经错了。懂啥 know？ 得变成 Don't you know？ Don't you know？ 准备啊！我们贵妃娘娘，3、2、1，开始。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谁呀？到你了。我都没听到，我一直在捂耳朵。准备，3、2、1，依珊开始。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发光彩，跟着我散发光彩。那已经晚了。跟着我散发光彩。来右边，能不能用唱的，大家？你们得唱出调来了啊！你刚刚说的是词儿就可以了。但是你们歌手居咱多们，好好唱，咱们有调来。教依珊咋唱。我唱的不对吗？跟着我，尽情摇摆。我跟雨琦姐唱的是一个调啊。你比他好。她先唱的。我还没唱到那儿呢，哥，你这叫诬陷好吗？来，我们听一下贵妃。 3、2、1，开始。对。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你看 AI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 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
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怎么唱？词儿对了，调儿不对啊！你在唱出另一首歌了。怎么唱？照亮天空的阴暗。你的要求变高了。一山3、2、1，开始。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 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 Don't you know， 给我全部的爱。I need you， 安慰我的不安。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照亮天空的阴暗，啦啦啦啦，尽情摇摆，啦啦啦啦，尽情摇摆。恭喜答对。好厉害啊！一山，你能给我完整唱一下这歌不？告诉我 What's your name？ 接受这邀请函。I love you， 走出角落的黑暗，跟着我尽情摇摆，跟着我不要伤怀，跟着我散发光彩，照亮天空的阴暗。沙哥比一山唱的好一点。我知道调。就这还好呢。好了，恭喜啊，沙哥，你们这一队获得了猫奴的线索。我直接公布陈玄礼、高力士、古力娜娜、安禄山、李白5人中有猫奴。那可是沙哥吗？你怎么那么激动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刚都很卖力啊。如果我们输了，没有人会我卖不卖力？卖命的要命。首先，我比较怀疑我们这边是猫奴的人选是李白，因为从前面的分组提出意见最多，以及后面带我们分析这种情况，我强烈怀疑李白在第1轮就已经被变成猫奴了。这一轮要保护的话，我建议保护我，娜娜也可以保护一下，目前为止。然后看起来也还行，这边陈玄礼。换人就，我觉得最像的就是李白和白龙吧。保护我，保护娜娜，一个会飞，我们4个我觉得好人。我反正觉得沙哥从就是今天一路的安排上，我觉得他肯定是有一个坏身份在的。对面的觉得2龙之间有一坏人。那保护的话，我肯定也觉得那保护我肯定是没问题的，保护我哥一哥。我们3个怎么样抱团呀？我们3抱团了，就抱了。我不知道你们从哪里看出来2龙之间必有一奴。我为什么那么相信丹龙啊？是因为他所说的所有东西，在我的故事线里我全有。你是觉得丹龙所有的故事能跟你对上是吗？对，所有故事能跟我对上。在我这儿，我能很确定的，现在的好人就我、丹龙、李白。对。综上一些信息吧，黄离比较怀疑。还有一个，原来上一轮结束以后一直找不到，这一轮游戏结束以后，真是水落石出了啊！这儿呢，这小孩猫奴，十足的猫奴。我是好人一个，就想这次游戏赢了，能在一个队里告诉我们这队没有。就把3个直接归属到5选3，大家就视野就开阔了。当时这边是站了5个人，这5个人一开始我都不怀疑，我一看多出一个人，我想过来嘛，就拉走一个。古力娜呢就开始踩，也不知道怎么的把他给换回来了。
趁乱就回来了，趁乱回来了。行吧，那我过去。你们回忆回忆这个过程，一直也没有人说把他要调回来，这个人怎么回到这个队伍里来的呢？没有啊，当时是这样，当时的意思就是说，baby 姐一说觉得贵妃是好人，把贵妃换过去，那把龙拆一个过来，但龙不愿意分开，那就只有我能过。龙我一直认为里头必有一妖，所以在徘徊的时候又来一妖。我相信李白，因为李白非常认真，每一局都是在真真正正认真玩，在找妖。我觉得 baby 换过去和换回来，我都认为他是安全的。还有本人，东秋妞，东秋妞，东秋妞。我听完我们这组所有人分析，我觉得安禄山发言是比较好人身份的。我们这一组里面换人，就是古力娜娜换了队伍过来。如果我们这一组赢了，而我们这组里面又有猫奴的话，其实我们不应该找我们这组谁错的多，而是应该找赢的多的人。那我呀，就是刚才谁努力要赢，谁就可能是猫奴，就这么简单。但是娜娜反而是错的最多的呀，所以那可以排除娜娜。这个游戏你想靠能不能记住歌词来评判我到底是不是妖还是好人，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必须给自己掰一票，不是我不想记，是真的记不住。我认为好的，李白、娜娜、杨迪，他们3个人是比较可信的。沙溢绝对有身份。你觉得他是猫奴还是妖猫？都有可能，因为他一直在踩我就是个好人。这样吧，那我这样发言吧，我直接说，我觉得妖是谁？我为什么会觉得安禄山是好人呢？是因为上一轮的发言里面，安禄山和我只点了一只妖。安禄山指的是黄鹂，我指的也是黄鹂。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安禄山可能在我心里面好人面会更大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是在去找那只妖王，也就是妖猫。但是安禄山没有说明为什么怀疑黄鹂，他只是觉得感觉。我怀疑黄鹂是因为我觉得他说的不清楚，为什么没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就是沐浴的那个。然后黄鹂即使给了我一个解释，我觉得那个解释其实是一个不够证据的一个解释。我们上一轮的所有的线索里面，只有一条是直指猫妖的，就是妖猫怕水，见水会现原形。3个人，我、丹龙和黄鹂，就你们3人之间肯定有个妖猫嘛。但是有一个线索，我的那条线索是皇上让我们所有人遇水，只有黄鹂不在。也就是说，这里面包括了我和丹龙也在那个水里面，那就只有人黄鹂没去。那这个不就踩死了吗？妖猫就结束了。我没有洗，因为我是贵妃，我不可以。这个只是为了证明黄鹂拒绝了洗澡的事儿，不是说都去了他没去。你这个理解是有错误的。谁去谁没去也不能代表他就是或者就不是妖猫。好，那我先问，写了没戏水的人请举手。刚刚贵妃说了没戏水，就是我没戏水啊。你写的清清楚楚，你没戏水。对啊。你看这不就对了吗？有2个人在保护妖猫啊。是这样子，李白，我个人认为那条线索只是为了把你和丹龙和黄鹂拎出来，证明你们3个畏惧水。反而你用这条踩死他，我觉得你太有问题了，真的。你甚至不能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坐在船上你不敢下水？我反而觉得李白有问题。我也觉得是，我说风湿，他立马就风湿了，他就顺着来，因为他真实怕水的原因他不能说。我觉得李白有问题。场上没有一个人能辨别出此时此刻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所以没有一个人敢非常笃定的
除非那个人他是坏人，然后他就站出来说了一套理论保护自己的好身份。这个猫奴呆到了。现在呢，猫妖也不发展我有点生气了，所以我已经不想再变成猫奴了。所以如果可以保护的话，请保护一下我吧。我目前认定的好人是沙哥和花花，是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好身份的。如果是看状态的话，我觉得黄鹂还有贵妃都是好的。我觉得妖猫可能在我们这边。如果选一个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哈。贝贝姐，小猫。其实我一直怀疑是 baby 的，但是他刚才还保了我是一个好人，就证明我确实是一个好人。他如果是个坏人，就我一定是个好人。如果我是个有问题的人，那他的身份是什么？好吗？就这样想一下。大家给到捉妖师建议的，最推荐的第1名的是古力娜娜啊，接下来守护花花、安禄山、陈玄礼。捉妖师已经做出了他的决定了，同时猫妖也进行了他的控制。现在你们当中已经有新的人被控制和守护，所以请大家依次去隔间查验一下自己的身份，并且领取你们的线索。好，来，我先来了。哎呀，白龙，你的脸已经藏不住了。你被感染了是不是？我是啊，不是你感染的吗？我感染的。我先解释一下给大家。首先，猫奴拿到的线索是妖猫想让大家知道的，其他人拿到的线索就是正常的拿到的线索。但是2个线索给的都是真的，他只不过给的是2个不同的事情。妖猫有一个他的事件里的事情，但是妖猫视角里面这个事情也是真实的。传说妖物枉害人命，有违天理，会遭天雷惩戒，非死即伤。妖怪害了人，妖怪会被惩罚。对，他只要害了人，就会有天雷劈他，他就非死即伤。我这写近些日子有几位大人物来这里买过伤药，账单上记录有名字：黄鹂手伤看诊开药，丹龙腿伤看诊开药。你这个手伤是为什么？练那个要给娘娘不是幻术啊？之前有提过他手伤吗？我那个没提过，我跟你说，上一次是练幻术的时候，我说练那个蓝烟，我是想练一练我的幻术。他啪给他俩一变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就是蓝色的火焰。腿怎么伤的？这是舞剑伤的。这个线索就直指丹龙黄鹂了。这上的是吗？因为我这个线索里面显示说猫受了伤是3只脚3重1轻，也就是说它的4只脚里面受了伤。风湿是吧，丹龙？风湿。那你是手风湿还是腿风湿啊？我去药店不是因为风湿，我下雨天是因为风湿，我去药店是因为腿伤。行吧，念吧。极乐之宴当天，有个穿着普通的人花了大价钱租了一顶十分华贵的轿子，看上去十分陌生，不似久居长安的贵人。也就是说，我这条线索排除了1、2、3是妖猫的可能。轿夫说，今日丹龙、白龙、安禄山的轿子比一般的人重了一些，感觉里面会有一些奇珍异宝啊，
我们俩那个东西只是为了给贵妃娘娘献礼的。那你为什么那么重？你叫我是因为我是湖人，我是从塞外赶过来参加这个极乐之宴，我要给贵妃娘娘拿到我从塞外带来的奇珍异宝。我告诉你们，你们听一下我这条，你们会觉得很玄乎。极乐之宴前2天，鬼市上胡人聚集的地方拉出去一具骸骨，四周弥漫浓烈刺鼻的异味，不知是否是妖猫杀人的前奏。就是妖猫杀的人都会变成骸骨。我甚至觉得妖猫都没杀人，因为妖猫到目前为止只是控制人。杀人的人想把所有事情推算到妖猫身上，比如说，他因为那个他府上嘛死了人，但是还用了一阵迷香，那个迷香可以让所有的侍卫晕过去。如果猫可以是妖怪杀人于无形，它何必让众人还晕呢？我亲眼看到了一只会说话的猫来问我要香，你也确实给它香了，我也确实给了。所以我现在觉得比较扑朔迷离，太扑朔迷离了，不是一般扑朔迷离啊。通过刚才猫妖的控制，我们现在已经达到的猫奴的人数是5人。5人，一个都没有保护队。现在好人只是4个。那就是说这一轮应该是那个守护者，恰巧真的就挑中了。他挑了3个猫奴。各位，真亦假，假亦真。如果瓜不是瓜，眼见也不一定为实。你们确定你们看到的是真的吗？你们是想猫杀人还是人杀人？我觉得我们还是得先去推妖猫，然后呢，但是至于妖猫是不是真的坏人，他不一定是凶手。那咱们先把妖猫推出来。现在，如果说，哎呦我的妈！妖猫！哎呀！哇！快点快点！去那边！我害怕！这么严重的吗？怕！真亦假时，假亦真。我真好上去，我上去怎么变样了？别怕！好像停了。啊！长安城呢？这是哪儿？爱妃。这是皇上的声音。爱妃，哪里啊？爱妃怎么了？喊我呢？爱妃，哇！娘娘，跟你一模一样的发饰，一模一样的服饰。哟，这个是杨贵妃，娘娘。天哪！贵妃娘娘，你看这个凤袍，跟你一模一样的服饰。这肯定是你衣服。杨贵妃死了吗？贵妃娘娘。那你给我们讲讲呗，你到底是谁呀？你是谁呀？我肯定是贵妃。那她是谁呀？假贵妃，假贵妃。真亦假时，假亦真。杨贵妃。开元28年10月，唐玄宗以为母亲窦太后祈福的名义，世叔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
开元真人和太真是一个人吗？不是吧？天哪，开元真人化作白骨了。哦，开元28年。对呀。道号太真。开元真人。开元真人就是杨玉环。我们捋一下，现在是出现了3个杨玉环。我们面前有一个杨玉环，这里躺着一个杨玉环，这上面第3个杨玉环。那我在哪？我是谁？这些画儿跟字画肯定是有点意思吧？你看这上面有一只黑色的猫，哎，这你看这一直都有黑猫，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这是谁啊？这是谁啊？这个是杨贵妃啊。有所有人对她剑拔弩张的。大家想要杀杨贵妃。所以这第1张图应该是马嵬驿兵变，乱臣贼子逼着皇上杀掉杨贵妃。那这第2张图是不是杨贵妃在跟皇上做最后的道别？所以最后一张图，妖猫杀了杨玉环。就是我现在已经死了。但是这个画跟那幅画不一样。这幅画讲的是黑衣人杀的杨玉环。啊，好吓人，好吓人！是人杀了杨贵妃。就是其实应该是人杀的杨贵妃，而不是猫。不是，那个画讲的是猫妖杀的杨玉环。但我是觉得是这样，因为刚刚我们有一个幻术师，他一直在不断的强调一句话，就是何谓幻术？真亦假时，假亦真。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幻术的世界？哇！云想衣裳花想容，它没有影子。如果好的话，你看这瓜不就来了吗？哎，天亮！哇！真亦假时，假亦真。所以现在有2幅壁画，一幅壁画是讲的是猫妖杀的杨玉环，这幅壁画讲的是人杀的杨玉环。但是一个是猫告诉你最真实的真相，一个是真正杀人的那个人骗你们的一个真相。猫又来了。其实杨贵妃生前饲养了2只猫，一只是我，一只是黑猫。马嵬驿时杨贵妃死了，我也死了。黑猫也失踪了，而从此就有了妖猫杀人的传言。如今你们已经来到了极乐之宴的30年后。30年后，因为你们是极乐之宴经历者的后代。啊，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后人。所以可以在幻境中看到他们生前的一些事情。这死去的就是杨贵妃，而杀死她的人也盗走了护国法宝。只要各位找到杀死杨贵妃的真正凶手，而一切的真相也会浮出水面。这些年来，我一直追寻黑猫影迹，希望找到真相。没事儿，我们绝对帮贵妃娘娘报仇。
现在重要的线索就在地宫里，大家可以努力在地宫中寻找一下。线索在地宫里。所以所有人都是后人，我们现在是被一个幻术给带到了极乐之宴的30年后。没事没事，只是一些金条。哎呀，我的妈呀！有人一直不是我们的真实人是在30年后，但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世界是30年前，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在我们的祖先的身体里面。这个碑，戮力同心，真相大白，是要我们齐心协力找到真相。我们来进行一个集体的挑战，那就看谁不跟我们齐心协力，谁就是杀手。我们这个游戏叫限定字数问答，分成3组，14道题。我说2个字、2个字、3个字，你就必须是答2个字、2个字、3个字的。每一组只有5秒钟的时间，超出5秒就算失败。答对一半以上，你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宝藏的线索。如果答不对或得不到，好，我们从丹龙、杨迪、baby 开始。我先给2个字、3个字、3个字，请说出古代的美女的名字。开始，5、4、王昭君、杨贵妃。答对。哇，厉害！好，从雨琦开始，说出古代诗人的名字。2、2、3、4。哇，好难！开始。王维、李白、陶渊明、诸葛孔明。答对。能说出诸葛孔明很不容易了。太考文化底蕴了，这个还好咱有文化。接下来说出东北的美食有哪些？真真远来，4、3、2，开始。铁锅炖啊，铁锅炖啊，铁锅炖啊是什么啊是啥？铁锅炖鹅。那你不早说？我觉得他有问题，你就艺术。没有，你那个没有都想了很久。有啥？你来说一下。你不是说了吗？铁锅炖鹅啊，铁锅炖鸡，醋溜肉段、酸菜血肠。主要不是东北的。酸菜血肠有是有，但是我们外地人一时半会儿真想不起来，太东北了呀。对。哎呦，这个太简单了。怎么换我呀？这。雨琦开始，每个人3个字，说出东北的美食。开始，5、铁锅炖、肥肠。肥肠就不对。哎呦，这个太简单了。来，我还是给你加示意题啊。从雨琦开始啊，4、5、3、2。好难啊！请说出家里能有的电器的名字。开始。双门冰箱。4、3。空气清新剂。电冰箱啊？咋都不对啊？空气清新机。那个叫空气净化器。那沙哥溜肥肠也不对呀。没说溜肥肠，溜肥肠我说。上一个虽然笨，也没笨到这种地步，说家用电器溜肥肠。我只能说，现在我们在一个幻境里。翟潇闻开始，3、5、4，说出红色的水果名。开始，火龙果，切开的西瓜。士多啤梨。叫什么呀？士多啤梨，广东话的草莓。啊，这样的啊。哇，你这个不翻译一下，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士多啤梨 ，strawberry。哇，真的，这个可以。这个有点厉害。北京话叫大草莓子，也是4个字。大草莓子。好，接下来依山，5、2、1。1是说出天气预报里会出现的天气情况。哦，这还行。这个可以。开始，5、4、多云转下雨。2。多云完了之后就下雨了呀，没问题啊。只有多云转大中小雨，没有转下雨。好，接下来 baby 开始，3、4、4，说出川菜的名字。这太简单了。准备开始，5、子鸡、4、3、水煮肉片、鱼香肉丝。哇，没错。但鱼香肉丝是川菜吗？川菜，走，赌命。鱼香肉丝哪儿都吃，但是发源地是川菜。准备
333，从一山开始，说出你们最喜欢的体育明星的名字，准备开始，5、4、3、2、1，易建联。哇，答对。就完全一下有点想不出来，真想不出来，我这脑子是想不出来。好，接下来雨琦这儿，2、4、2、3，有6条腿儿以上的动物，开始。蜈蚣。5、4、毛毛虫子，毛毛虫子。小毛毛虫，大毛毛虫。啥玩意儿？6条腿上太难了。6条腿了是什么呀？有那个深海章鱼呀，螃蟹啊，还有澳洲龙虾。你这个已经是不加地名都这个凑不出这个字数了，你这澳洲龙虾。对呀。2只蝴蝶。什么？啥？2只蝴蝶，知道怎么玩了吧？所以我毛毛虫子一点不犯病吧？毛毛虫子，我个人觉得没问题，你就说6只母鸡也行，真的，按照他那个说法。花花先说啊，这个适合你们的题。3、2、2、1，雨琦是1，请说出中国民族乐器的名字，准备开始，5、4、3、笛子、2、小号、 1，箫。中国民乐器，笛，你是俩笛子，这个时候不加子了，毛毛虫子要加子。你说个笛子。好，接下来一山都是2，从陈志远开始，请说出你们最欣赏的导演是谁？吴彤。错了，错了，潘，错了，潘，错了，错了。吴彤自己说没听见，这个不该喷，这个不该喷。好，接下来最后2轮了，从雨琦开始啊，5、4、3、2，雨琦是5，请说出首都的名字，开始。阿姆斯特丹。5、北京， 4北京。北京。好，2、4、3，从那个翟潇闻开始。失眠的时候会做的事儿是什么？5、吃饭、 4、抽自己脸。 3我失眠抽自己脸怎么了？他吃饭也不对，吃饭对啊，我失眠吃饭，吃饭睡得踏实。吃完饭那血都进胃里了，大脑缺氧睡了，困得不行。好，现在一共答对5题，没有答对1半以上，任务失败，所以给你们再加1道题。猫奴太多了。你们如果这道题赢了，我们会送你一个专门的一个宠胖胖福利哈。哎，好，好，准备，翟潇闻开始，说出你家和宠物相关的东西，准备开始。猫粮，宠物湿巾，宠爸爸。答对，这个有点厉害。这都能答对，他们太聪明了。宠胖胖它是一款专门为宠友提供各类宠物服务的 APP， 我自己也用这款 APP， 经常会在上面分享我和我的那些宠物的一些动态。我家也是养宠物的，经常使用宠胖胖 APP 上面的各种功能，就像兴趣社区啊、同城宠物商家之类的。最近宠胖胖还增加了一个线上宠物问诊，以后家里如果觉得宠物不舒服啊什么，就可以在线上问诊。太方便了。嗯，真的。哇，听你们说的，我也非常心动了，回去我也要下一个。你一定要记得去下载，而且现在宠胖胖 APP 呢还有话题奖励的玩法，只要参与指定的话题，然后发布动态内容，就有可能获取奖励。所以快来宠胖胖 APP 跟我们一起晒出爱宠，参与互动话题吧。好，由于你们3位回答了宠胖胖的题，由宠胖胖 APP 提供了一条专属线索啊。你们说2人真的？你们中有2人真的看见过妖猫？真的看见过妖猫？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跟妖猫见过面，当面会晤过。有2个人。我见过妖猫，他是问我来拿香嘛。
妖猫哦，对，妖猫找你来拿香。昨日有一个猫来问我要了香，你给了？我给了，因为我很害怕。对，还有谁？我有猫来给我说人话，但是是隔着一层那个。那就是呀，那就是呀，那也算是吗？那就是呀。但我看到是猫的影子，他说他会买一笔钱在冷宫，如果我帮他把从正殿到后殿的路上的那个侍卫们支走的话，他就把这笔钱的位置告诉我，我帮他做件事情，他让我又贪财，我就做了。啊，正殿到后殿，要不然他要让侍卫支走，他要干嘛呀？哇！小香子，有啥玩意儿？啥东西？一天得老整这个。怎么了？现在线索就在洞中的盒子里，大家可以派人将盒子取出，获得里面的真相。妖猫现在失去了控制了法力，猫奴不再为妖猫效力，所以大家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所相信的人。哦，妖猫失去法力了，猫奴可以不为他效力了。每个人拿一条线索，这就是最后的线索了。妖猫其实是贵妃所养的黑色玄猫。马嵬坡之后不知所踪，极乐之宴之后，猫妖传闻愈演愈烈，活人化为白骨的妖异现象偶有听闻。就是说猫妖有一个能力能够将活人化为白骨。极乐之宴之后，猫妖就是一直在杀人。马嵬坡杀了杨贵妃之后不知所踪。你看那个地方说是猫杀的。猫妖就没有杀人。先读完吧，我觉得。极乐之宴举办前，高力士调走了宫门到极乐之宴后殿的工人。曾有女眷用了银瑞基的香粉，醒来大约过了1炷香的时间。香粉可以晕人。境外胡人手中有一种能将人化为血水的邪药。看到一个黑影拖了什么进了一顶十分华贵的轿子。极乐之宴之后，安禄山的轿夫全都不知所踪。为什么？为什么？不知道啊，不知道，就这么简单。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目前我们看的线索里面，它真的就是分成了2段。之前讲的是猫杀，后5条讲的是人。我们的左边这幅壁画里面人杀人的一个方法。假设他是人杀，那这里面牵扯到的人物有高力士、银瑞基，和安禄山。假设如果安禄山是坏人，有可能安禄山先收买了高力士，高力士拿了钱之后呢，把人调走了。这个时候安禄山又借了，拿了香，因为安禄山跟银瑞基是胡人，去迷晕了府内的士兵，府内的人晕完之后进去用了这个化尸水把真人给杀害了。杀害了之后呢，安禄山拖着，他就是那个黑影，拖着什么东西进了一个华贵的轿子里面。这个华贵的轿子可能就是安禄山的轿子。然后呢，安禄山轿夫全都不知所踪。不知所踪，为什么不知所踪？是因为被他灭口了。因为轿夫抬了很重的东西，不像安禄山本身有的重量。你们谁告诉你我灭口？我自己瞎说的，能瞎说不？我坐这儿好害怕。坦白吧，行不行？安禄山，安兄，轿夫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你快说嘛，急死我了。我是那个捉妖师。你是捉妖师？我第1轮保护的花花，就是我们相互比较信任、比较了解的。第2轮保护的是花花和 baby， 他们俩都很会找人，很会分析。第3轮保护的还是花花 baby， 加了一个杨迪，还保护错了。我第1轮就被猫妖控制了，因为他只要哦，你就是跳了呗。猫妖所有的事儿我都知道。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吧。好，你说。
我们坐在高高的不是，我要整理一下我自己的思路。你是要先编一下？我不是编。这个猫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是玄宗当时两个人很恩爱的时候送给杨贵妃的一只玄猫，然后这个玄猫就一直陪着杨贵妃在宫中很多年，两个人就培养出了很深的感情。大家也知道，最后玄宗在杨贵妃死的这个事情上一直很纠结，很难过。但是杨贵妃又很爱玄宗，所以她不得不最后选择就是自己去死，让玄宗能够在江山和社稷当中能找到那个平衡的点。但是她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玄猫，她想让玄猫就把它弄死。但是玄猫，我现在告诉大家，玄猫它是好猫，但是它完成了杨贵妃交给它的任务，它确实是把杨贵妃给弄死了。可是弄死了之后，它也很痛苦，它在世间上最爱的一个它的主人死了，它不想去承认这个事情，所以它又学会了幻术。所以我们所有以前发生的事情，包括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荒山，我们所谓的他告诉我们的这30年后，我们都变成了后人，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在我们身上施的幻术。一个之夜，云想衣裳花想。何谓幻术？真亦假实，假亦真。他给我们所有看到的信息，是他想幻化给我们的。因为我是捉妖人，我才知道这一切的一切。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安禄山他说讲的故事属实的话，目前的诸多线索都表明黄鹂是，我觉得是这样，不用那么费劲，因为我这一直插嘴都没插上。从那个谁要他跳出来自己承认是捉妖师的时候，我就想跳出来承认我是猫妖。我为什么说我要承认？是因为我要把最真实的真相告诉你们，我就是猫妖。但是我没有杀人，这个是事实的真相。还有一个真相，我就是当年那只猫。哦。修成了幻术师。我宁可我自杀，我都不可能杀他。对，真的。天哪，感人！天哪！丹龙，你听到啥感觉？我难过。弟弟快哭了。我信任了姐1天了。对不起，弟弟。没关系，这他不一定是凶手。所有你们看到的都是我用幻术把它变出来的。所以啊，你这全是你别插话了，我在分析呢。为什么我要用幻术让你们看到这些？因为只有这样，你们变成猫奴的时候，我让你们看到的是事实的真相，而不是谎言。捉妖人让你们看到的就是谎言，因为他要让你们相信一定是我杀的人，而不是捉妖人杀的人。他所有的理念都在往他那儿带。包括在很多年以前，我告诉你，这个捉妖人他拿走了你所有的财产，他把所有这些脏事儿都往咱俩身上推呀。那我是他杀的吗？当然了，因为他要那个宝贝。是的。所以说他之前的很多线索啊，包括你看，就是杀人的这个人啊，他会营造出很多玄幻的东西，说我们放的一些烟呐，一会儿紫的，一会儿蓝的，包括说妖猫杀人了又来跟他要香啊。我相信妖猫如果杀人不需要这么费劲的，只有人才会。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事情？就是需要把所有的疑点都要赖到这个妖猫身上，就让大家相信妖猫是坏的。但是我确实是妖猫，但我真没杀人。我觉得刚才那个魔术肯定就是告诉我们，不要相信眼前所看到的一些东西。对，仔细看，它就消失了。就是现实，就是让我们以为是猫杀的人，但其实并不是猫杀的人。聪明，它只是一个人造出来的一个障眼法。太聪明了。猫妖给你们看到的都是他想让你们看到的，都是假的。
那是幻术，你们所感受的一切与不是你这个太实践的都是假的。薄弱了，你这个东西太薄弱了。就是所有的幻术都是希望所有的猫奴，包括普通人啊，都能一起找到这个真正杀人的凶手。我刚刚讲过了，猫妖害死了杨玉环，首先是杨玉环央求他，让他去结果他自己的生命。猫妖最后是把他害死了之后，他很痛苦，他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他才营造了一个人杀人的事件。包括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些，都是他给予我们的假的，他就希望我们承认是人杀的，而不是他杀的。他内心世界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听懂了我说的了吗？但其实他是爱杨玉环，他是爱杨玉环的。现在我们要抓的是到底谁杀的，而不是说猫妖是好是坏。所以沙哥的意思，他也不是坏猫，他也不是凶手，你也不是凶手。他是凶手，但他不是坏猫。他现在后悔了，所以他现在坐在那儿，他现在也忏悔，双重人格，你懂那个吗？就是他。他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他让咱们都活在他的世界当中。现在所有的这些人都没有，一会儿一喊咔，全是烟，你知道吗？刷全变成烟了。我是捉妖的，我师傅开始就让我看到了猫妖所有的这一切。咱们现在所讨论是人，是才你进入了他给你的幻术当中。猫妖现在很后悔杀了杨玉环，他希望我们来推出是人，让他内心世界。他这套逻辑也通，他这个逻辑是通的，对，也通。你太阴暗了，你呀！他不是阴暗，他这样反而是有爱。这只猫，他最爱的人逼着他要杀掉他最爱的人，所以他把他最爱的人杀了之后，他疯了。这个是合理的。他不想承认他杀过他自己最爱的人，所以他制作了一个幻术，然后一部分是给我们洗脑，一部分是也给他自己洗脑。他自己不愿意承认他自己是亲手杀了他最爱的人。沙哥说的这个其实是符合逻辑的。沙溢哥和花花他们俩拼命的带节奏，我觉得这个事儿非常可怕。我觉得今天有点跑偏了，在哪儿啊？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有爱的游戏，爱是最大的。杨玉环，我对她的那种忠实。说他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自杀，但我绝对不可能伤害我的主人，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保护他。但是呢，所有的脏水都泼到我们身上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我觉得不可以让后人知道原来是扭曲的事实，所以我就反复的练习我的这种幻术，我要让大家在幻术里面看到事实的真相，这就是我想要说的。我说一下吧，就是其实我们首先不要太去纠结到底是人杀还是猫杀，因为这两个部分都是真实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问题，到底相信什么。简单点说，如果是人杀，意味着我们今天玩的这个故事是有坏人在的，坏人就是安禄山，把杨贵妃害死了。但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里，既然本身就存在妖术。我宁愿相信我们今天玩的是一个有爱的剧本，至少如果说我们今天活在幻术里面，猫妖把杨玉环杀了，至少我能感觉我们全员是好人，哪怕是猫也是好人，他也是充满爱，因为他爱杨贵妃，所以他杀害了杨贵妃。我愿意相信一个有爱的故事，然后呢，也不想去相信说就是说，为了财宝去杀，为了财宝去杀人，对。我觉得正因为我爱他，所以我不可能杀他。他有没有可能让他用幻术让他们觉得我死了，但其实我没死啊？那没有，你死了，你不管在哪儿，你都是躺那儿的。你快坐下吧。不管是猫还是人，你都躺着的。好了，我们现在请安禄山起立，请幻术大黄鹂起立。幻术大黄鹂，黄鹂，幻术大师黄鹂。我这一晚上多少个名？两位站到前面，每个人进行最后的选择，支持谁，说出理由，站到他的身后。我弃票，我不投了。哎呦，弟弟呀，我投不出来。那陈远，你再等一等了。我等等吧。古力娜娜，古力娜娜，请投票，支持人还是猫？娜娜，大声。我
反正我是相信猫，因为我家有养猫，我觉得猫不会杀自己主人。好，爱你。我也很相信猫妖是一个好人，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可能是他杀的。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好，你只是，我觉得你是个好人。你这孩子呀，就说的跟做的永远是两边的。就是只能相信人或者妖动手是吗？动手一定是人。你也可以相信你自己自杀单成一派。单成一派。我觉得我可能会让我的亲信，我的宦官帮我动了手。我觉得他是最终的凶手。你说我是凶手，你是不是有毛病啊？这就在投人和猫了。对，所以是人呐，你不是人呐，你是不是人呐？你说谁是凶手？我说人那你就要动了手。站那边，你站那边，把这边人动了手还是这边是吧？对对对。丹龙，我相信猫。哎呀，哎呦，我弟弟，好好准备好了吗？还是再想想？我再想想吧，我再捋一捋。你再捋捋。我选玛丽姐是好人。来吧，来吧，快来吧。哎，怎么的？哥，你也是自动轮我们这儿的人？对呀，自己的宠物杀了自己的主人，说不过去。这不是我的世界观。杨迪，我作为今天第一回合就被妖猫控制的人，我肯定相信妖猫。我觉得他今天很可怜，太可怜了。支持他，而且我觉得他不可，我代入自己，我养了这么多年的宠物杀了我，我真觉得接受不了，我人生都没了。对。我不会让因为这样是折磨我的宠物。我也是。花花最后，其实我觉得这道题有点像一个哲学辩证题。是的。就是举个例子，就好像在问我们现在活的世界到底是活在了幻象中、梦里面，还是说我们活的是现实？对。如果说原本我是华晨宇这个人的时候，问我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活在幻象里。但今天这道题它给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说，如果我们醒来选择了猫妖的话，就意味着说我们回到现实当中，发现人类是坏的，那我宁愿我自己不要醒来，就是说我宁愿活在一个所谓的有爱的空间。就是至少我觉得猫砂这个故事会让我觉得杨贵妃非常的爱她自己养的2只猫，尤其是黑猫。同样我也感受到的是黑猫非常的爱杨贵妃，不得已的情况下杀掉了自己最爱的人，所以自己痛苦一生。至少这是一个全员有爱的一个故事，所以我选择的是安禄山是好人。玛丽姐，沙一哥，现在有请2位向前一步，打开你们的锦囊，其中里边有护国法宝的人就是凶手。3、2、1。哎，是这不？杨玉环的头发。意思就是说这个结果是他杀的。对，恭喜妖猫获得胜利。是不是第一次赢啊？没有，坏人又输了。啊，今天沙哥演得很好。那都动摇了哈。对，动摇了都。我这么说，其实这2边都一样。他那个香包啊里头，其实它可以放在任何人那里，都成立。你放在谁那边都成立。所以实际上我们今天这个是开放式结局，还是说本身就固定了，一定是在今天萌探探探的玩法故事里，其实是安禄山杀掉了杨玉环。不管故事是真是假，有很多的解释，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因为经历了时间，故事已经掺杂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这才是真正的幻术。但是唯一不变的真相就是感情。今天是关于一场爱的探讨。其实不管结果什么样，我愿意相信一个有爱的故事。爱妃，布置镇为你设的极乐之宴，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太喜欢了。我宁可我自杀，我都不可能杀他，他就是我的一切。其实被偷走的法宝啊，就是这2缕头发，其中1缕是杨玉环的，
另一缕是唐玄宗的，这象征着他们至死不渝的爱情。事实真相就是这样，无论故事怎样传播变化，真相的本质是不会被改变的。就像杨贵妃的死有非常多的争议，但是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感情却是大家公认的，所以被真正的流传下来。就是这个，我们今天不管是人杀的、猫杀的，其实都是不同的解读，也希望唤起的是大家对爱的一种浪漫的向往。每个人对故事的结局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和解释，答案在你们每个人的心里。希望你们看清本心，坚持自己的选择。欢迎大家来到 IP 管理局啊！杨迪和雨琦赶飞机走了。首先呢，今天我们先欢迎马丽老师、翟潇闻来参与萌探哈。我们一起祝福一下沈腾老师、马丽老师《独行月球》票房大卖。好，谢谢，谢谢大家。周哥，我第一次来萌探，感受就是挺开心的。我懂。跟拍电影似的，整体是非常有爱、非常愉悦的。感受了这么好的一个故事，除了我今天这个世界观有点一点点崩塌，其他都挺好的。因为我今天一直非常的相信马丽姐，就马丽姐她特别真诚的跟我说，弟我真不是。她说我就是个普通人。然后一直到最后只剩4个人的时候，我还拉着马丽姐，我说姐咱再找2人，就咱就赢了。然后最后她站起来说她是妖猫那一刻，他跳出来自己承认是捉妖师的时候，我就想跳出来承认我是猫妖。我就是当年为什么？我难过，我信任了姐1天了。对不起，弟弟。崩溃了。所以你是人不是妖吗？我不是妖，我是人。丹龙是好人，你是人，我是人。哦，所以是杨迪骗了我。杨迪是第一个被控制的人。我当时一直特别坚定的以为山哥是猫奴，因为他一直在帮着迪哥。沙溢哥，你为什么告诉我杨迪是人啊？你记不记得咱们那接歌，杨迪就说他不是，他太认真了，你知道吗？花花吧，好像是说他有点问题，他就对说杨迪，他那个反应，而且脸都绿了，跟人争，那一刻把我骗了。本来我是想在他和一山之间选一个我守护的人，后来我就选他了。然后你就偷偷告诉他我守护你啊！我告诉他了，告诉他以后，他告诉了所有猫奴，是吧？对，沙溢哥是守护者，我告诉你为什么，你是我啊，我守护你，第3轮守护你，他告诉我了，他特别信任我，我弄死他。他直接跟你说的？对，他告诉我，他说他第3轮守护的我，所以他把我当做板上钉钉的好人。但好在那是第3轮了，我守护你。那我这么相信你，你为啥不控制我呢？因为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在怀疑你，所以我们就想叫你过来，又觉得不行，要不你帮姐姐再挨一刀。哎呀，这说出来真残忍。没有，我特别能理解你。我前一段时间录我们麻花那真人秀的时候，范丞丞就是跟我一模一样的模式，我都跪地下哭了，你知道吗？而且这也不是我的决定，都是杨迪出的主意吧？我其实也是被摆布的，真的。难怪杨迪现在没敢来。哎，我今天说了1天想当猫奴，也没当上，一直被守护着，场场被守护。哦，谢谢沙哥。因为你太厉害了，你从一开始就抿出来是我，我是完全直觉，就完全还没开始之前，我们俩在那儿候场。他就说，他说我觉得你有身份，我说你怎么知道？感觉气场，真的就坐那儿就感觉这个气场就是有身份。一般嘉宾来感觉都是开开心心的，马丽姐坐那儿，
有心事儿，有心事儿，有包袱啊，姐。我脑袋汗都出来了，我这还没开始就让我结束是吗？其实当时非常犹豫，到底选沙哥还是选马丽姐。因为我觉得沙哥说的那个故事很像偶像剧，但马丽姐说的那个就是比较真实。但后来想到一点，我才选的马丽姐。我觉得如果杨贵妃真的让自己的猫把自己杀了，这只猫对她来说太不公平了。那种痛苦是没法承受的，就对于两个人的痛苦都无法承受的。对。他为什么无端端要背上一条人命？如果真的爱这只猫的话，你也不舍得让它来动这个手，所以我就选了马丽姐这边。我也这么觉得。本来我中间犹豫了一下，其实就像是一个理性和感性之间做一个选择。如果是理性的话，我肯定觉得不可能是猫妖杀的。但是我在看到那个马丽姐她在说这些事儿的时候，因为她是很真诚的说，她说的时候眼睛里都泛着泪花。对，泛着泪花。她说我多爱她。她一坐下来看着那个杨贵妃的眼神，我当时就坐在旁边，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所以我是很相信她是很爱杨贵妃的。因为他失忆了嘛，如果真的是他太痛苦，在一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做了这个事儿，那他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他能自杀，我也会崩溃。如果是生活中的你更喜欢哪个结局？那我相信我喜欢他自杀。对，自杀。我觉得是自杀比较好嘛，因为干嘛要让自己那么爱的一个宠物背负着亲手杀掉自己主人的痛苦，这个几生几世都会痛苦的。如果必须要选的话，自杀可能相对会更美好一些。其实一边是理性，一边是感性，我们这边其实是完全是感性，对吧？有点凄美，有点神话色彩，我们对吧？猫能杀人吗？那真实的你喜欢感性理性？这要从年纪来讲，可能是因为肯定是从感性到理性再到感性啊，又回到感性。老年人不是也是越来越感性，越来越脆弱吗？是。其实不管怎么样，我都会选择我今天妖猫的杀人，妖猫杀人这一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现在活的世界到底是梦还是现实？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活的是梦里面，虽然有快乐，但是也有痛苦。痛并快乐着，但是可能你醒来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可能痛苦和不好的东西要更多。那我宁愿选择不要醒来。比如说，如果我选择了是人杀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我内心里面已经默认了人是非常的坏的。如果我每天要去思考人性的不好的一面，那我活得太辛苦了。我可能看到任何一个人，我都会用悲观角度去思考，或者是负面情绪来去思考这个人，那其实会很累。明白。我觉得这个，情感上我自己也有点挺震撼的。我觉得还是要心存美好，一定要美好。这个今天我们做的这些，就是现实与梦境，但终归底还是爱啊。然后各位萌探团成员，今天大家也非常辛苦。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巧乐兹啊，大家可以尝一下今天巧乐兹的新品。再给大家一个惊喜啊！吃完产品别着急扔棒签，巧乐兹还有红包送给大家。即日起至8月31号，扫活动装棒签上或撕口内侧二维码，100%得现金。扫码可以进入到巧乐兹小程序，还可以玩游戏，还可以领奖品。最后呢，我们今天也要感谢一下横店影视体验度假区，给我们提供了场地的支持，让我们完成 IP 的还原，呈现美轮美奂的置景。这一轮呢也有个微博惩罚，尽管说我们这一次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结局啊，但是呢我们毕竟也有猫妖队和这个沙哥队也有个票数，所以说因为沙哥队票数较少，所以由沙哥、花花和陈哲远需要有个微博惩罚，你们3个人需要在微博上分享一个最打动自己的故事。2只蝴蝶吗？毛毛虫子。梁山伯与祝英台吗？那不是悲剧吗？那也美好吗？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是要颁发金银徽章啊，我们就给2个承担的这个工作量很大的玛丽姐和沙溢哥啊。玛丽姐，因为你是票数最高了，所以说颁发给你金徽章。哇！感谢感谢。沙哥是银徽章哈。哇！哎呀！哎呀！所以玛丽姐，第一个不是常驻拿到金徽章的人。对对对，大家都很想得到的。你也摸一下，弟弟。我也摸一下。
但玛丽姐呢，金徽章呢，你可以把功能也赐予你认为在这一期里边给予你帮助最大，或者你觉得最值得鼓励的常驻哈。那我得给杨迪，我觉得整期下来，杨迪最累，然后他在顾全所有人的这个感受，我得谢谢他。他从没拿过金徽章也。对，这个送给杨迪同学啊。好，那恭喜杨迪啊！迪迪，你辛苦啦。最后，我们就一起对镜头喊响我们蒙探的口号啊！蒙探家族大展宏图。我们《武林外传》的第2部第1集今天就要开拍了。好，一定要做大女主的戏，知道吗？感情关系也得复杂。爱、死亡、约，只曾经约过。有什么厉害的？你敢跟我比试比试吗？太疯狂了！不好了，塌房了！流量大侠那个茅房塌了！哇！怎么是烧焦了？这流量大侠都糊了！肯定是有人故意搞了破坏。怎么还有糖葫芦？糖葫芦杀手？你收到过这封信是吗？我没有收到啊。他是易容的，有可能紫那的是真白掌糖呢。那你为什么老要踩我呢？哎，这地方有点邪呀。DC Team 袁武林啊，就是曹公公手下的敌有此理。哎呀，证明现在东厂的人就混在我们之间了。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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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大家公认的好人留下。吓死我了！把任何有嫌疑的都撕掉。你肯定不是好人。这俩人是一定有一匪的。我觉得应该有3个人，他们是一伙的。终将正义战胜了邪恶。移动端点击屏幕右侧闯关按钮，参与萌探养成计划，闯关升级赢大奖。关注萌探探案官方爱奇艺号，更多欢乐解案内容等你发现。正片没看够，每周6晚8点，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内容。来学课看萌探2爆笑短视频，参加2创活动，赢丰厚奖金。电视大屏看萌探探案第2季，就用奇异果 TV、爱奇艺、微博、微信搜索豆芽表情，获取萌探探案同款表情。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爱奇艺便知，跟阿球老师学喜剧创作，让你变成更有趣的人。上微博看萌探第2季，微博惩罚参与讨论，一起萌探嗨嗨。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上百度 APP 搜索问一问，真人1对1在线解答。放心卖手机就找爱回收，全国1000家门店，回收更方便。上搜萌探，加入快乐星球，感受无压力社交。萌探联名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打造专场巡演，1群的临时演员爆笑开启。感谢微博、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新浪新闻、快手、戏精 APP、Zucker、速率、天意视讯、一罐头、爱回收、悠悠跑腿、观众网、于老爷、湾潮 Styles、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网易 Lofter APP、天天狼人、会火、湖南娱乐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的 IP 是《妖猫传》，如果你穿越到了唐朝，你会想做什么职业？做皇帝啊。因为我现在的身材应该是杨贵妃，去做一个可能宫廷乐手。我觉得你自己最像什么动物？我像豹子，像狮子吧。我喜欢小梅花鹿。那更喜欢猫猫还是更喜欢狗狗？比较喜欢猫一点。本来是没想养猫的，但是他选择了我。受过最大和最离谱的误会是什么？整容。跟一名陌生男子挽手。说什么翟小文在家2人经常。跟我这个。以前这个也太离谱了，有伤感了这个话题。